ADALM1000是一个经济实惠的多功能双通道 SMU 模组，其精妙设计之一，可说是那比名片盒还小的轻薄尺寸。我们可以把它塞进任何我们想要实现感测或是进行讯号控制的应用中，因此它几乎可以说是用来实现自动化系统的最佳选择。然而，建立一套自动化系统，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才能自由地对它们进行操控。比如，图中的这种架构属于使用传统仪器所堆叠出来的系统，它们通常使用 USB、区域网络等等的连线方式来将所有的设备连接起来，透过内建的电脑来进行操控。除此之外，有些设备还提供了程式函式库，供使用者自行建立可以在电脑上执行的应用程式。那 M1K 呢？事实上 ，M1K 还真的有提供了类似的指令操作的方式，也就是 SMU.exe 这支应用程式。所以说，事实上它也是透过存取官方函式库来与 M1K 通讯的。然而，我们看一下它的指令列表，包含的功能大致上只有韧体更新、校正等相关指令。我们显然无法透过它来存取完整的功能，因此接下来我们还是得自行透过官方提供的 C 语言函式库 Library SMU， 经由 USB 来存取 M1K 的硬体功能。所以说，存取 C 语言函式库 Library SMU 对 C 语言的老玩家来说，也许一点也不构成问题，但对于像我们这种问导游的使用者来说，我们并不那么经常的进行程式设计。当我们拿到这种并未对产品的软体层进行高度包装的产品时，而我们又想对它进行完整的掌控，摸索的过程自然就比较容易卡关碰壁。因此，我们还是决定记录下整个过程，希望能对那些想利用 M1K 进行深度应用的人有所帮助。我们刚刚提到的 Library SMU 函式库是一套整合了完整 M1K 底层操作功能的 C 语言函式库。实际上，对于 Windows 系统来说，只要系统内有安装 Library SMU， 就能正常操作所有的附属软体啦。Library SMU 是一支由 C++ 所设计的函式库。今天我们要来进行的是引用 Library SMU 函式库，好让我们自行设计的 APP 得以操作 M1K。但为什么我们需要自行设计 App 呢？简单的说，就是官方提供的软体程式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嘛。举例来说，如果我今天想要把 M1K 打造成一个自动化系统，能自动的对电池进行充放电并抓取特性曲线，但这之中包含了一连串的决策与操作流程，通常透过通用的单一程式应该是不太有办法做到的啊。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利用 Library SMU 来自由的操控 M1K， 因为它内建了2组高精度的 ADC 以及 DAC， 让我们可以轻松的将自然界中的讯号与我们所设计的电脑软体做结合，那我们是不是即将能够进行任何形式的应用呢？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来建立我们的工作环境吧。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可以编译 Library SMU 的环境。因此，为了要能对它进行编译，我们需要下载相关套件，分别是 GCC、CMake、Boost 以及 USB 函式库 Library USB， 最后是 Library SMU 的完整原始码。有关这些套件要去哪里下载，您也可以参考我们描述栏里的连结。把这些套件都安装好之后，再来我们需要先建立一个执行这些套件的环境。我们是直接采用命令列模式来操作。您可以看到像这样，在我们尚未设定正确环境变数前，系统是找不到这些套件的。当然，要能直接执行这些套件也很简单，我们只要把相关路径都设定到系统搜寻的路径中就可以了。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P4 档，然后把相关套件路径都设定到 PATH 系统路径中，然后点2下执行，这样我们的执行环境就基本建立好了。所以说，我们前面已稍微介绍过 Library SMU 函式库。如果到这边您还是不清楚这个到底要干嘛用，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做几个例子吧。首先找到 Library SMU 的下载路径里有个 Examples 的资料夹，
这里面有存放了几个简单的范例原始档，因为这些程式终究是要透过 Library SMU 来操作 M1K， 所以如果缺少了相关的依存档案，像是 Library SMU.HPP、Library SMU.LIB 等等，可是连编译都没有办法进行的，我们就直接来编译 read.cpp 这支程式看看吧。我们用以下的命令来进行编译，马上就会看到缺少了什么档案。好在这些缺少的档案在下载的函式库包里就有完整收录了，所以接下来只要把相关资源路径都提供给 GCC， 就能正常编译我们的第一支程式了。然而到这边不用高兴得太早，因为虽然已经有执行档，但实际上还是缺少函式库的目的档，因为我们还没编译它嘛。所以说 ，library SMU.dll 这个档案在安装 library SMU 时，应该已经存在于系统中了。但如何引用它，并不是今天的重点。我们现在还是要来完整的自行编译它，以便让我们的 read APP 得以正常操作。要编译 library SMU 函式库，我们可以先回到 library SMU 的存放目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名为 cmakelist.txt 的档案，这是个用来帮助我们管理绝大多数编译工作的描述档。我们将使用先前下载的套件 cmake 来执行这个档案，以便产生 makefile。在执行 cmake 前，我们先建立一个 build 目录，用来暂时存放执行 cmake 时所产生的档案，然后我们以这样的命令来执行 cmake， 基本上就是将相关函式库的路径都提供给 cmake。理论上，如果相关资源路径都提供正确的话，最后它应该就会显示所建立的档案已经写入 build 目录中了。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用 make 工具来执行 makefile 内描述的内容，就可以自动的进行编译来生成函式库啦。有了函式库，我们就可以来试试刚刚的 read 执行档，看看执行结果如何。看来这样就可以正常执行啦。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可以自由操控 M1K 的领域了。不过，把 M1K 打造成自动化系统，这就不在今天的影片范围内啦，需要在日后成功实现后再来做分享啦。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内容，请记得帮忙点赞订阅，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